之前我们试过使用 MACD 套用在特斯拉，的确是能够赚到钱，但并不是所有的股票或者市场都能够直接套用 MACD 的啊。如果真的那么神，那就不会再出现其他的指标，就一个 MACD 就能打天下了啊。MACD 用在不同的市场，比如一些疫情时的概念股，是不是有效呢？使用不同的周期，效果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呢？这个视频就要给你知道 MACD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回之前一些股票过去记录，特别是我们一般人都会关注在价格暴涨或暴跌的时候，再打开 MACD 来看，就会发现它超级准确。每次两条线穿插的时候，股价就会跟着相同的方向前进。比如你今年开始炒特斯拉，如果单纯的跟着 MACD 交易，你的胜率就是 75%， 也就是4次的交易，3次胜，1次败，1000美元的本金，你会赚到715美元，也就是接近 72%， 相当美味。要知道，大盘一年也不过 10%， 炒几个月的特斯拉就是几年的大盘收益。所以这次我会试看一些市场追捧的梦幻股，是不是又有不同的情况呢？还是跟之前一样， MACD 使用系统默认的快线12、慢线26的 EMA， 信号变化参数为9。我相信这里许多人都刚刚接触股市，所以时间将会设定为2020年开始到2020年5月1号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些不赚钱的公司。当时2020年股市崩盘过后，许多散户进入股市，因为不懂选股的原因，许多新兴市场的股票不断被吹捧，说什么未来怎么样，什么改变世界等等，比如 Zoom、Square、Palantir 还有 Teladoc。相信这里肯定有一间你有所认识的，就算不认识也有听过。今天就拿 Square 来尝试，在2020年的时候受到不少人的追捧，从1月开始，涨幅最夸张的时候达到 300% 以上。当时的情况，许多散户涌入股市，如果曾经买过这类股票的话，相信都是在绝对高位才入场，如果是的话，应该亏了不少钱。那如果一个小白什么都不会的话，单纯的使用 MACD 有没有办法逃过一劫呢？这些就是他的所有交易记录，当次交易最高收益达到 47%， 亏损达到 27%， 一共交易65手，胜率 35%， 亏了 56%， 也就是说1000美元的本金亏掉564美元。根据这样的 MACD 交易方式，也无法避免亏损的情况，做多不赚钱，做空更可怜。并不是因为该公司股价暴跌的原因，主要原因也是在股价不上不下的期间，比如这些还有这些，就算之前赚到多少钱，这些交易都会侵蚀你的利润，但其实并不是一定就亏钱，不同的周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如果你当时使用的是周 K，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，之前是亏 56%， 而这个不亏钱，反而还赚了 57%， 也就是说1000美元的本金，汤赚了570美元。要注意，这次的胜率也只有 30% 而已。如果我们看回交易记录，可以发现交易次数大大缩小，之前交易65手，而现在只有10手交易。最重要的是，亏的最厉害是这两边的交易，而最能赚到钱的有2个，最高的收益有 185%， 也就是这里到这里的涨幅，然后就是这里到这里的跌幅，收益有 46%。可能你已经有发现，这两边的距离好像都差不多，但是收益差距有3倍以上。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，那你就需要订阅这个频道了，将来可能会专门讲解。如果我们再看回之前的交易情况，首先是这里，然后看上去好像并不是亏很多。如果我们拿工具测量一下，这里的涨幅可以达到 53%， 但因为是做空，所以变成亏了 53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1000美元就直接亏掉了500美元。如果是你，心脏是否撑得住呢？接下来就是这里，当时这里做多，然后 MACD 快线跌破了慢线，所以清仓，这样也亏掉了 54%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其实所有的交易中，做收益达到1142美元，而做空不赚钱，反而还亏了571美元，所以把整体的收益拉垮。现在我们知道了 MACD 并不是对所有市场都那么友善，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股票使用，而且使用 MACD 交叉使用法，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不同的结果。主要原因就是，如果遇到了不上不下的时候，很多不必要的交易都能够完美的帮助你亏钱。MACD 对于一些只有上涨或暴涨的市场来说是绝对好用的。那如果调整或提高 MACD 周期设定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？有人说移动平均线相比起 MACD 更好用，如果 MACD 配合移动平均线会不会更好呢？这种情况可能又会有所不同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移动平均线，可以点击这里看回之前的视频。如果你对这类影片有兴趣，欢迎关注我。